我们没有必要因为一个小贼与官家失了和气。孙堂主，你说是不是啊？少主到。参见少主。这就是3年前血洗金水帮的银玉楼少主吗？从没露过面呢。阿强，他是银玉楼少主。是你杀的杨采薇。是我。是你杀的杨采薇。是我。沉香主这几个手下，一个比一个贪生怕死，你竟这般有骨气的出来硬扛，看来是被人拿捏了短处。那你可就得想清楚了，到底是得罪了他们危险，还是得罪我更危险？少主手下留情，听我解释。原来是你啊！这百花宫何时开始帮县衙做事了？少主，这也不能怪我呀。前几次宗法大会，你都没有出面，只是派人传话，说要对付潘大人，让我们不要插手。可潘大人毕竟天下闻名，又有郡主做靠山，我担心少主年轻气盛，要真把事情闹大了，恐怕我们4大宗族在河阳的根基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牺牲一个叛徒的下人，去换得争端平息，大家和平相处。少主，你不会怨我吧？没想到公主这般为我考虑，那我自然还是要谢谢您老人家了。少主客气。4大宗族同气连枝，你我之间的事，回去再说。而现在我正好有点私事，要与潘大人相谈。糟了，阿强定是认为我被潘越杀了，怎么办？没想到，你就是银玉楼的少宗主啊！怎么，和潘大人想的不太一样？貌若寒冰，应是狼顾。卓少主还真是有一双杀人如麻的眼睛啊！潘大人说笑了，在下是读书人，以打打杀杀为业，并不是什么光彩之事。不过，杨采薇对我有救命之恩，我发誓报恩，她却因你枉死。今日无论如何，潘大人必须要给我一个交代。所以你在生死方示警，是想等到今天亲自动手？当然，不亲手杀你，又怎能消我同是挚友之恨？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你少在这撒泼！你别以为你什么都知道，我警告你啊！你要是敢冤枉好人、滥杀无辜，你那死去的朋友，他从地底下，他爬都会爬出来找你算账。上官职，你先别说话。给我闭嘴！你这个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小混混，再不给你包扎你就死了。
你刚才说什么？你这个有2两热血就上头的混混！我杨姐姐对我可好了，兰花节就是她教我打的。上官小姐来找我买首饰，一来二去就认识了呗。阿江又发什么疯啊？你到底认没认出我啊？上官小姐，果真是胆色过人，方才的一番直言，振聋发聩。刚才确实是在下鲁莽了。不过，上官小姐，你说在下冤枉好人，难道是已经知道这幕后真凶是谁了吗？没错，那日去生死坊，我跟潘大人就是去抓凶手的，秘而不宣，那是因为怕打草惊蛇。就算你不信潘大人，你也得信我吧？上官小姐的话，我自然是信的。少主，上官者和潘越是一伙的，他的话不能信。我说了，我信他。既然凶手已死，我与潘大人的7日之约就算了了。不过大人可要记得，你还欠我一件。不是走了？哎呀，搭这么大个台子，一点响都没有，没意思。我刚才那么一闹，他定然又会嫌我多事，说不定还会以此为借口赶我出县衙。不行，我得想想办法，先发制人。上官芷，大人，我觉得我作为县衙的一员，自当挺身。大人你别客气。县衙有难，大人遭够。我要是袖手旁观的话，那岂不是辜负了大人当初愿意让我进县衙的好意？刘捕快，你说是不是啊？是，上官小姐，您今天是虎胆雄威啊！为了咱们大人的颜面，也为了县衙上下的安危和尊严，我们必须得舍命一搏啊！上官小姐临危不惧，救县衙于水火呀！简直是一女当关，万夫莫开。哎呀，令我等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我当时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邪不压正嘛！你别看他银玉楼他狂还能狂得出咱们上官小姐和潘大人的手掌心儿吗？是，严重了，严重了，严重了。如此说来，我还应该谢谢你了，是吗？我是大人的属下，所以这是我分内的事情。你还清楚自己的身份啊？是谁让你当众在公堂之上说出凶手之事？又是谁让你当众与那卓兰江发生冲突的？想要留在县衙，就该弄清楚自己的身份。若你再这么自作主张，以身涉险，我马上让阿泽把你丢回上官府。意思是他不计较了。多谢大人。派人盯着他。大人这是担心上官小姐的安危？公然顶撞银玉楼少主，他若出事，我如何与上官兰交代？哦。李胖，李胖，你干嘛呢？怎么还不开饭啊？嘿，李胖，李胖，干什么呢？李胖，这饿死不成啊！哎呦，我去好了！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去看一下，去看，走。
啊，这定是卷了采买的银子跑了呀！哎呀，我就随便说一说，他还真跑了。那关键咱们中午吃什么呀？对呀，哎呀，对呀，饿着我们不要紧，饿着上官小姐事儿可就大了呀。我饿一顿没关系，我习惯了。那怎么能行呢，小姐？我自己的小姐，我自己来照顾。哎，行，我可以。不是这陈四儿，看着比那李胖做的强多了。这看起来是不错，这不知道吃起来是什么感觉。哎，那你替大家尝尝。我来试试。哎呦，你看姑娘，你给人做的多真下饭啊！是啊，我尝尝。那个，拿酒过来。小姐，好歹我们今天也扬眉吐气一回，以后啊，每年的今天，今天多少号来着4月初六。对，以后每年的今天4月初6，我都得好好的喝一杯。没错，喝一杯。对呀，今日是初6，跟阿江约好每月1醉的日子。他既已经认出了我，会不会去酒馆等我？周少主，这个是10年陈酿的黄蜂，您慢用。不必了。少主，这是小店最好的酒了。我以前喝什么，现在还喝什么。还有，以后不要叫我少主，就当做不认识我。是。回来，酒拿走。这河阳虽说热闹，但平常能闲聊喝酒的，也就只有你和另外一个朋友。我与你不同，我只有你一个。在理。怎么在理了？说来听听。我分析给你听啊。你呢，可能是来自穷乡僻壤的穷小子。哦，不对，也有可能是寒门庶子，读了几年书就想出来闯荡江湖，可惜呢一事无成。你身无所长，但听说河阳遍地都是机会，你就想来这里闯出个名堂。但可惜啊，这河阳跟你想的不一样，这里是一个罪恶之城，这里的一切呢都由4大宗族把持着，你没有门路，没有人脉，就更难混出头了。混到现在一无所有，但是呢，有债主，有仇家，每天躲躲藏藏被人追杀，所以你到现在啊，仍然是孤家寡人一个。嘘，你小点声，被人发现我是义庄的收尸人，这顿酒咱们就喝不清净了。我分析的怎么样？对不对？算对吧。这江湖险恶，我确实无人可依。你既然无人可依，为什么还要在这厮混啊？这不是还有你吗？每个月可以陪我1醉的好朋友。好朋友。少主，少主，你果然在这儿。何事？
这帮老狐狸，今日这热闹没能如他们的愿，又要喋喋不休了。少主，行了，我又没说不去。小二，哎，这壶酒留着，一会儿自有人来喝。公子，这壶酒凉了，我给您换壶热的吧。他说过，酒凉沁人心，就这么放着吧。知我者，莫过阿江也。少主，姐姐，卓少主人已经到了。各位前辈，什么事情非得让我来啊？这白天还没见够。你白天不是说了吗？自己家的事儿回头论。所以啊，我们想问问，你对潘越的指控也不了了之了，你这打的什么算盘呀？顾堂主，您这说的什么话？怎么能算是不了了之呢？今天案子不都说清楚了吗？不妨问问我们的蔡方主，这前几日潘越大闹生死坊，竟能全身而退，你准备如何？只要潘越不找我麻烦，我生死坊便不再与他为敌。去！那你生死坊不开生死赌局了？你传出去怎么好意思说四大宗族之一？我生死坊有我生死坊的规矩，赌客来我生死坊为他的人生翻盘，我生死坊就给他这个公平的机会。人家赢了，我们就认，这就是规矩。哼，你以为我们生死坊像你们积善堂吗？只要银子给够了，连自己的亲娘都可以杀。咱先不内讧啊，互惠互利，对不对？我还跟你们说啊，要照潘越这么治理河阳，咱们都得完蛋，你们信不信？顾堂主，你别急，明日起我便去守着县衙。若是这潘越做出对我们四大宗族不利之事，我不会坐视不管的。你去守县衙去？今日在大堂上，我见少主与那位上官姑娘眉来眼去，恐怕卓少主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吧？正是。青帝，你与这潘越那么近，看来这难过美人关之人，非我一个。那潘越虽然姿色诱人，我却不是吃里扒外之人。今日所做种种，都是为了咱们四家着想。误会一场，卓少主不要往心里去。你要这么说，我可就信了。不会是欺我年少，编话诓我吧？不敢。行了，我回去睡觉了，各位自便吧。哎，怎么这就走了呢？切！
杀手在临死前还要试探我究竟知道多少，应当是4大宗族其中一家的亲信无疑。公子，蔡生没有嫌疑吗？蔡生若是为了阻止我查案，根本没有必要闹出那么大的声势，更不会守约任务离开。看那杀手的反应，也应当不是银雨楼，但尚不能完全排除。青帝亦敌亦友，动机叵测，只有接善堂没有打过交道了。阿泽，你派人去盯一下，看看接善堂最近有什么动静。是。等等，上官芷怎么样？他，昨日一个人出去喝酒了，一路上都很安全，没什么异常。去吧。是。这令牌上的6到底是何意？水波纹组织在河阳经营已有10年，这么多年不可能没有留下任何线索，不妨去当房看看。大人，你还真是执着啊。彼此彼此。大人，您先请。中秋月饼是嫦娥仙子亲手做的，吃了就能飞到天上去，到底是不是真的？万一你飞走了，我怎么办？傻子，我肯定也会带着你一起呀。怎么没感觉呀？皇上驾到！快跑！阿九，有刺客，保护皇上！嘘。月儿，玉饼是我偷吃的，皇上要砍你就砍我的头。不是潘越，一人做一人当，玉饼是我吃的，皇上要砍就砍我的头。侄子年幼无知，请皇上恕罪，请皇上恕罪。青梅竹马，天地良缘，何罪之有啊？朕便赐婚你二人，结潘阳之好，定3生之盟。谢皇上。
没想到，河阳积压了这么多悬案，这些卷宗的背后，不知有多少含冤受屈的百姓。正义不伸，公道难明，百姓如生在长夜，似釜底有余。待查清水波纹一事，待抓获幕后真凶，定要还好人一个公道，定要让坏人付出代价。杨采薇，杨采薇，杨采薇，少主，少主，打听到了，杨姑娘她死了。杨采薇为何会变成上官芷？我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你到底发生了什么？阿福，少主，有何吩咐？去帮我准备一些东西，金100两，银500两，锦缎100表里，绢40匹。对了，多准备几盒丽香膏。少主，你准备这些做什么？我要确保一人永远无法再从我的世界里消失。若是累了，不必勉强。谁累了？怎么会？我精神好着呢。大人若困了，可以先回去休息。不知不觉，不偏不倚，不慌不忙，不期而遇，千丝万绪，留下几句，不问花间语。谢谢大人。不紧不慢，不悔不早些看完，早些休息。不疾不惧悲喜，一生一世，落下几笔，不负此心意。与我独眼目抚晴空，与你姓名中谈话中，与我四季与你今生，与流年去匆匆，与你花间尘封相拥，与我欢阳中抚旧梦，与你暖意与我浓浓，与深与共。你看这儿，灯会暗。大人，问你一事，河阳有一至今未破的悬案——灯会杀人案，你可还记得？记得，当时此案闹得沸沸扬扬，正是属下经手调查。我看卷宗上记载，在凶案现场有发现一块令牌，那令牌如今何在？那块令牌被人偷了。偷了？啊！当时属下只是负责此案的小捕快，捕快头叫孙芳，因为看守政务不力被革职，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孙芳，他如今何在？他离开县衙以后就没有联系了。把他找来，有话要问他。是。等等，此事低调，切莫声张。明白。他们是阴雨楼的人，这怎么又跑到县衙了？不会又来找潘大人麻烦吧？找麻烦应该带家伙来呀，我怎么感觉他们是来送你示好的呀？
他又来这里做什么？不知道啊。少主，你们先出去吧。是。阿福，把桌子往外拖一下。是。就这样吧，阿福，你也先出去。好。潘大人，又见面了。卓少主，你这登门是不是也太轻了？今天又是唱的哪一出？你放心吧，今日我不是冲你来的，而是找他。啊，卓少主。昨日上官小姐临危不惧的身姿，令我见之不忘，思之如狂。别胡说！没胡说。那个，卓少主，咱们俩呢也就见了一面，你这样实在是太突然了。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曲定终身，我对上官小姐亦是如此。啊？阿江，你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哎呀，卓少主想上演一出凤求凰，我本不该干扰，只是这里既是县衙，而上官芷又是衙内之人，他若是不愿意的话，恐怕我还是得命人请你出去。那个，倒也不必。那你是愿意了？啊。卓少主，我跟你呢虽然也是一见如故，但是我上官芷对感情比较喜欢那个，细水长流，咱们先做朋友，多了解了解，其他再说嘛。好，上官小姐愿意给我这个机会，我也是受宠若惊。上官小姐，你从京城而来，河阳很多好吃的，定是还没有尝过。这是我们河阳有名的栗香糕，你不妨先尝尝。那真是太好了，看了一晚上卷宗还没吃早饭呢。不会吧？我们名满天下的潘大人，竟会如此苛待下属？自是比不上卓少主笼络人心的手段啊。不过这里既是县衙，那自然有县衙的规矩，当然不是些寻常的江湖帮派可比的。谢了。潘大人，你误会了，我对你，还有这个县衙，是一点兴趣都没有。我是怕自己心爱之人再次受委屈，我就给你拿水。对了，卓少主前几日在公堂上说，杨采薇是你的救命恩人。他没和你说过？看来他对你还是有所保留。他既然答应嫁给我，那我们自是两心相悦。会不会是你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呢？这很难说吧。哼。唉，杨采薇啊，杨采薇，若是你泉下有知，能否指点我一二？你到底是恨他，还是信他？需不需要我为你出这一口恶气？那个，卓少主，我听说杨姑娘是一个追求真相的人，所以
我相信他一定很想知道幕后真凶是谁。有道理，那还请上官小姐给我指点一二，告诉我这幕后真凶该从何查起。查案之事乃是我县衙之务，就不劳银雨楼费心了。上官小姐，你怎么看？我怎么看？我怎么看啊？既然上官小姐为难，那我便不问了。不过上官小姐有任何事情，只管吩咐，我卓兰江定当义不容辞。还有，我的一片真心，还望上官小姐能够再考虑考虑。我真不知道他今天来。你自己的私事嘛，你自己处理，只是莫要因私害公。还有，召集所有人，半个时辰之后在这里商议案情。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把它收了。啊，我收。还有半月，便是夏至。听说河阳以往都会在这一天举办灯会，万人空巷，蔚为壮观。不过，因为5年前的一桩悬案，这个灯会因此取消，殊为遗憾。今年是我来河阳的第1年，我打算彻查此案，给河阳的百姓一个交代。大人，前任县令对此案已有定论，乃是恶交杀人，这旧案再提，恐有不妥吧？哦，旧案不能重提，这是哪儿的规矩啊？这没有这个规矩，只是什么？刘捕快，你难道还想继续敷衍搪塞吗？哎呀，不敢！大人要查此案，小的一定肝脑涂地。上官芷，把卷宗记录跟大家详细的讲述一遍。河阳傍水而建，传说水里潜有恶蛟，因受伤没有化龙入海，恶蛟状如蛇，手如虎，长至数丈。看见岸边嬉戏或行舟之人，会将人拖至水边，吮其鲜血，血尽方止。故而每年夏至，河阳举办盛大灯会进行祭祀，祈祷恶蛟飞升化龙，不再危害河阳。灯会渐渐演变成老少尽欢的一个节日。然而，5年前，灯会上发生了一桩凶案，尸体于河边树林发现，经仵作验尸判断，是枪血窒息而死，伤口在天突穴，深2至3寸，就像被野兽的利齿所伤。但奇怪的是，伤口切面平整，且呈蓝紫色，而伤口周围却肤色苍白，没有一丝血痕。现场没有发现拖拽或者搏斗的痕迹，死者似乎没有任何抵抗。官府查了一番，没有结果。孰料第2年灯会，又死了一个人，死状与1年前的死者别无二致。此后流言四起，人们都说是恶蛟所为，他勾魂吸魄，让看中的猎物自行来到偏僻处，然后噬人鲜血，致人死亡。此事影响越来越大。第3年灯会，县令派出大量人手潜伏人群，试图抓捕凶手。本以为万无一失，可是当天却接连死了3个人。发现尸体的地方虽然偏僻，但距离热闹处不足10丈。灯会上的游人却没有听到任何的打斗喊叫之声，百姓们愈发觉得此事非人力所为。快走吧！别跑，别跑！从那之后，恶蛟嗜血的说法也就甚嚣尘上。去年开始灯会停办，案件的调查也不了了之。大人，这个事儿我能证明。当年在案发的时候，既没有明确的动机，也没有确凿的线索，
整个案件特别诡异，这确实不像。行了，我不相信所谓恶交杀人这种无稽之谈，如果有，那更好，扒了他的皮，做成灯会上最醒目的天灯。还愣着干什么？分头去查问死者的家人、证人，还有报关者，再查看卷宗有无遗漏的线索，然后回来汇报。是。那我先去询问灯会案第一个死者乔叔的2个女儿，上面说他们在银宇街卖冰饮。哎呀，你说说这，没法整。上官小姐，要去哪儿？我载你一程。阿江，没想到还能活着见到你。我也没想到，还能听到“阿江”这2个字。今日你没有生气吧？我为什么要生气啊？我以为你会怪我擅自上门打扰。哎呀，我知道你就是想让大家都看到我上官只是有你银宇楼少主罩着嘛，让他们别欺负我，对吧？你懂就好。但是你以后别搞那么大阵仗了，那不知道的还以为你真对我一见钟情呢。如果是真的，你可愿意？啊？开个玩笑的。这种玩笑不能乱开的。对了，你的脸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官芷，她为了嫁给潘越，让巫医强行将我变成这样，却不想自己竟在婚礼上丧命。我为了找出幕后真凶，只能借用他的身份回到县衙。倒是你，怎么我3年前认识的小混混，如今摇身一变，成银宇楼少主了？所以你愿不愿意跟银宇楼的少主做朋友呢？我们已经几年没见了，找我不是为了叙旧吧？为了他。所以我以后应该叫你阿江呢，还是卓少主啊？想叫什么就叫什么。还是阿江好一点吧。阿江挺好。对了，你还没说呢，你为什么瞒着我装了3年的小混混呢？我还这么年轻，还没有到回顾往昔的时候吧？快说。3年前，我爹被金水帮暗算，我从京城回到河阳，接掌银宇楼。那是我这一生最黑暗的时光。为了保下我父亲打下的基业，我逼着自己成为冷酷无情的少主。丧父之痛，无人可受，甚至连一滴泪也不能流。直到那次受伤，我遇见了你。虽然说你把我当作喜欢打架斗殴的小混混，但是你，只有你，愿意跟我做朋友。我今天背了37具尸体，我背我都直不起来了。回来的路上，还有一群小孩跟着我，一直用石头砸我。本来呢，
我以为这些年我也习惯了。日子嘛，总是喜乐少，辛苦多。这不就是普通百姓的日子吗？可是有时候吧，还是堵得慌。都一样。我曾经以为，我堂堂男子汉大丈夫，就应该锄强扶弱，纵横江湖。可是睁眼一看，除了阴谋算计，就只剩下你死我活。活着怎么就这么难啊？老天爷，你可真会玩啊！你说，我给他们的亲人入殓下葬，为什么他们还要辱我骂我？为什么呢？为什么我身边的人，除了怕我，就是算计我，还要杀我？去他的李老板、王掌柜，去他的银雨楼、金水帮！把我的爹娘还给我！把我的人生还给我！遇见你以后，我才重新开始笑。杨采薇，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但是你也太不把我当朋友了吧？什么意思啊？我怎么就不把你当朋友了？那你在酒馆遇见了我，为何不等我酒醒之后与我相认？难道在你心中我比不上那个小骗子？不是啊，你跟小生都是我朋友，只是因为那件事情它牵连重大，我不想把你们俩也卷进来。要不是找不到师傅，我连小生我都不告诉他。我这条命就是你救的，为你再死一次，又有何妨？哎呦，我说你能不能别老把死挂在嘴边，盼我点好行吗？也盼你自己点好啊。知道了。客官，里边请。大人，前年灯会案最后一名死者田华，就是此店的少东家。案发以后，我多次访查，绝无遗漏。是潘大人啊！哎，你们快看，那不是潘大人吗？还真是潘大人，可怎么看着有些憔悴啊？听说啊，卓少主为了上官小姐和潘大人大打出手，今日还去了衙门送了聘礼，恐怕已经抢走美人芳心了啊！那我们可要好好招待，若能让他重新光彩照人，我们店就出名了。也不知强叔的女儿在哪儿摆摊儿。放心，来了我的地盘，找个人还不容易。银雨街堂主赵乾，携手下弟兄，恭迎少主大驾，恭迎少主夫人大驾。不是我，我要真想给你准备惊喜的话，也不会准备这么俗套的场面吧？啊，那意思是他们擅自揣度少主的意思喽？别急，我来处理。招堂主是吗？哎，是，少主有何吩咐？我问你2个问题。哎，少主问便是。第一，上官小姐不喜欢被打扰，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吧？明白明白，爱戴在心，敬而远之。这第二，我来银雨街是来找人的，
你把人全都给我清空了，请问我去哪里找？少主放心，属下知道您是来找人的，属下已经安排好了，这就带您过去。回少主，阴雨街摆摊的小贩都在这儿了，我亲自派人抓的，一个都跑不了。赵堂主，属下在。从今往后，你就是赵乡主了。少主，属下不知做错何事，请少主明示。还不赶紧松绑！是，赶紧放人。事已至此，解释清楚吧。那个大家别害怕，我们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想找个人。你们这儿谁是卖冰饮的三姑娘啊？我就是。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谁能回答，我就留下谁。大人请问，你们以前的少东家叫田华，对吧？他有什么仇家？死前又与谁结过什么恩怨？田少爷人可好了，哪来的什么仇家呀？对啊，他和气生财，从不跟别人结怨。可惜这么好一个人，竟然被恶蛟给咬死了。唉，真是一想起来就让人难过。就这些？就这些。大人可想好了要选哪一个？就你了。哦，原来潘大人是这种口味。点什么头啊？还有你。什么？躺下。这位是卓少主，这位是上官小姐，他们问你问题，好好回答。姐姐，她要吃了我。你别怕，她逗你玩呢啊。这是蜜饯，送给你吃。那个三姑娘，我们今天来只是想问问你，你父亲强叔之死，没有恶意，你莫要见怪。原来阴雨楼大张旗鼓的关我们半日，只是为了方便上官小姐的问话。有什么尽快问，再迟，我的冰饮要化成水了。那个强叔遇害是5年前的事情了吧？5年前的灯会，卷宗里的记录我都看过了。我想问问你，你还能不能回想起什么不对劲的地方，或者说，有没有可能的仇家？我们冬日取冰、存冰，夏日出来卖冰饮，每日睁眼闭眼都是生活琐事，从未与人结怨。那强叔呢？他出事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没有，每年灯会前都是我们最忙的时候。那会儿双双也才5岁，除了干活还要照看他，一切都再平常不过。可没成想，还是出了事儿，只留下一辆冰车和我们姐妹俩。想问一下，强叔的尸体葬在哪里？我想去看看。没有尸体。为什么？我爹下葬后没几天，他的坟墓附近出现了一些动物尸体，伤口跟我爹的一模一样。我把这事儿上报县衙，他们根本不理睬我。但后来几年都会接连死人，那些人的坟前无不如此。我们越来越害怕了，恶蛟伤人的事儿也越传越邪乎。于是县令便派人
将所有遇害的尸体都挖出来，扔进河中，献祭恶教。大人，力度可好？你叫什么？小翠。小翠，你告诉我，你们方才在隐瞒什么？没有啊，大人何出此言？你刚刚流泪是真情流露，因为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用一种极其夸张的擦泪方式来掩盖痛苦。若我所料不错，你与田华应该关系匪浅吧？他死了，你很难过，但又不敢让别人知道。我说的对吗？这里没有其他人，你可以放心告诉我。大人，我与田华确实私下相好，当初是他收容我，让我有了安身之所。故而一想起他，便悲从中来。可他平日为人，并不像他们说的那样和善，脾气很急，对人动辄打骂，整个华容殿的人都怕他。可他是少东家，大家又拿他没办法，所以他一死，大家都觉得是老天爷降下的报应，又怕调查牵连太广，引火烧身，所以才串通了撒谎。哎，大人，大人，你有没有觉得我容光焕发了？去案发现场。啊？哦，好嘞。坟前怎么会出现同样死法的动物尸体？这事是越来越诡异了。事出反常必有妖，此事八成是有人捣鬼。我们这样查下去收效甚微，不如我去找其他3家打探一下，看看他们是否知情。你这样打探有用的话，他们也不会在河阳隐藏10多年，反而打草惊蛇。10多年？我爹娘的死，可能跟他们也有关。你放心，我一定会将这些人揪出来，还你一个公道。走吧，我们好久没去喝酒了，今日我请你。我还要回去复命呢。误不了事的，走了。姐姐。谁？小生，放开我！上官小姐，救我！这个小骗子说我是小混混，还忘恩负义，说杨采薇认识我，属于交友不慎。上官小姐，你告诉我，我该如何处置他？你，他吓唬你呢。我跟阿江已经相认了。哎，小生，你怎么来这儿了？还不是这个小混混去鬼市逼问我跟你的关系，我担心你有麻烦，一直想要告诉你，但是没有机会啊。没想到他是银玉楼的少主，我怕你出事儿，所以跟过来看看。辛苦啦。哎，阿江刚刚说请客喝酒来着，你一起来吗？瞪什么瞪啊？我姐姐让我去的。走啊，姐姐。走。大人，这里就是第1起命案发生的地点，其他命案都在沿河附近，还有这儿。这里这么偏僻，现场也没有拖拽痕迹，死者为什么会自尽到这种地方？我们也都觉得特别怪异，若不是恶蛟闹妖，实在无法解释啊！快看，河里啊！
你去救人，我去追那怪物。好。下手真狠，怪不得人家都说银雨楼的少主昨夜就开始引人血。姐姐，我跟你说，不管他出于什么目的，你一定要小心他，他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哎呀，他不是你想的那样，那些传闻都是道听途说的。什么道听途说？我10年前就在鬼市做生意了，每天赚那点钱，我还要给他们银雨楼交月捐。哎，有一次就差了几个铜板。他们带人把我的摊子全都给掀了，东西全都给砸了。你说他作为少主，他不知道这事儿，我才不信，鬼信啊！反正那会儿我就开始发誓，但凡我以后要是见着他，我一定我去。你就如何？怎么，只敢在背后说人是非？当你面我也会这么说。我要教你做人，给你好好上一课。哇！喊什么喊？吓我一跳。喝酒吧。大人，这个是我们今日调查案情的汇总，请您过目。怎么少一个人？哦，上官小姐她还没回来。还没回来？大人，那要不我们去找找？不必了，你们是县衙的胥吏，不是上官府的家丁。是。这什么意思啊？这潘大人不都跟上官小姐和好了吗？怎么又这样啊？老弟，不知道了吧？这叫避嫌。但毕竟卓少主已经对上官小姐表过钟情了，说不定啊，这会儿人已经被接到，被接到银雨楼做少夫人去了。关于尸体的记载呢？上官，对不起，公子。到了银玉楼地界，卓兰江的手下便清空了所有街道。本来我还远远看着，但是入夜之后，上官小姐到了河边，便跟丢了。什么？方才我找了半天都没有找到人，所以就赶紧回来禀报公子。大人，出事了！大人，这是今晚在河边发现的。
是救神所为。救神！马上送到停尸房，立刻验尸。快呀！是。陈三，去呀！快去呀！是大人。刘不怀，对，召集其他人，马上把上官芷给我找回来。你去银雨街附近，阿泽去河边，我去银雨楼，分头行动。一有消息，立刻回报。是。慢点。什么意思啊？你们还列队欢迎我啊？潘大人，这么劳师动众，你该不会是怕我把他拐走不成？少主，你先回去吧，也不早了。好，那你也早点休息。你们先回去。是。哎呀，走吧，别看了，走。你喝酒了？一点点，就一点点，也没耽误茶。你看，这个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你看看。小姐，看看啊，小姐啊，有卓少主做靠山，你在河阳自是畅通无阻，看来是我多虑了。什么意思啊？吃火药了？小姐，我听阿泽说啊，刚刚大人知道你跟卓少主一起出去之后，担心你有危险，派他暗中保护你，但阿泽没找到小姐，又听说河边出现了恶蛟，还咬死了人，大人急坏了，集结了所有人一起去找你，还准备亲自去银雨楼要人。当真啊？行动，一有消息立刻回报。公子，你也太不小心了吧！刚长好的伤口又裂开，明日啊，我再给你多备些药。这个上官芷，只要碰上他就没好事。那也不能全怪上官小姐啊，她也是为了查案。你之前不是一直不喜欢他吗？什么时候开始帮他说话了？对呀，不知不觉当中，好像就对他讨厌不起来了，甚至还越看越顺眼，真是奇了怪了。一个人真的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有如此的改变吗？你们听说了吗？昨天河里又出现恶蛟了。当然，我都亲眼看见了。那恶蛟张着血盆大口咬人，牙齿一根有这么长，又尖又利，还真是吓人呐。听说还死了一个人呢。这今年灯会还没办，那个玩意儿怎么就来了呢？哎，你们不知道，县衙要重查灯会案，必定是此举惹恼了恶蛟，出来显神通了。这可怎么办呢？哎呀，赶紧的吧，赶紧的吧。你看，这个是阿江帮我做的那个死者家人的笔录。该不会是那个时候，大人你是不是后背的旧伤又犯了？不老费心。大人你要写什么？你告诉我，我来代笔。不用了。上官芷，你。文书代笔，本就是我的职责所在。死者家人与报官者所说一致。然后呢？
现场附近均无打斗、拖拽等痕迹，死者据为自行前往孤僻处，疑似熟人作案。县衙上下询问调查了死者的生前关系，尤其是仇人以及利益相关之人。但归总发现，所调查之人均无作案时间，亦无杀人条件。也暂无明显共通之处。自打来了县衙，又多多少少给大人添了不少麻烦，我要谢谢大人。不必，反正我也是为了向上官兰交代嘛。我知道，我代哥哥向你道谢。大人，不好了！怎么，河边又出事了？啊，不是，您还是亲自出去看看吧。跪请潘大人，莫要再查邓惠案，触犯交神，天人共怨。潘大人，求你了！求潘大人了，不要再查了！潘大人，启禀大人，昨夜那具尸体已经查验完毕。如何？伤口和灯会案上的尸体毫无二致，定是恶蛟所为。毫无二致？可我分明记得死者伤口血肉模糊，而灯会案的死者没有一丝血痕。这小的推断，会不会是交神爷爷之前没人看着就把血吸干了，但这次有人看见，这就……不用再推理了，下去吧。是。得想个办法让他们安心。陈三已经被吓破了胆，他的验尸结果不可信，我们还是照着卷宗一一比对吧。伤口位置跟卷宗所述一致，但如果仔细看的话，又不难看出区别。卷宗上记载的是伤口平整，而这一具血肉模糊，并且它伤口附近是肉色，但卷宗上写的是蓝紫色。这具尸体是伪造的，目的是为了制造惶恐，不让县衙查下去。昨日我追那恶蛟，看来也是有人在瞒天过海，浑水摸鱼。你不觉得这样的手段很是熟悉吗？跟在生死方，趁机杀死蔡生小妾是一个路数。不错，看来有人按捺不住了。我们在追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盯着我们。大人，陈三，旁人则罢了，你还是个仵作，不去查验尸体，寻找凶手线索，反到县衙里装神弄鬼。大人，不是小人不查，但这凶手是交神大人，你让小人怎么查？而且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么做没有半点私心，我都是为了大人和同僚们，不受天谴诅咒，是不是各位？是。大人，陈仵作说的没错啊，这人心不可背，天意不可违。大人，这恶蛟案啊，是万万不能再查了，不能再查了，大人。大人，
你们说的不无道理。我也在想，若是一意孤行的这么查下去，恐不是良策。唉，大人何故叹息？这话虽如此，可我已对河阳百姓做出了承诺，如今出尔反尔，岂不是自打耳光吗？所以这到底是查还是不查？我心中甚是纠结。不如这样，既然你们都说是天意，那查或不查，我们就让天意来做主。啊！上官芷，去我房里把那100枚铜钱拿来。是，大人。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河阳县令潘岳欲彻查阿胶伤人一案，现请示上苍。若铜钱字面全都朝上，则预示此案应当彻查，真凶必将落网。100枚铜钱字面都朝上，这怎么可能呢？看来潘大人也想放弃了，真是给自己找台阶下。说台阶都不可能。上官芷，撒。全是字，真的，你看那个，都是字，这都是字，全是字，怎么可能？天意如此，潘岳明了。所有人听着，若是谁以后胆敢再提阿胶扰乱军心，罚俸1月，杖30，都听明白了吗？是。上官芷，将这100枚铜钱定在原地，真凶落网，我再来祝祷还愿。大婶儿，今天天这么闷热，来碗冰饮吧。哎呀，这里离河边那么近，我哪有心思吃这个呀？我要不是家里断了米，我才不来这里呢。呀，我先走了。姐姐，你看，冰都快坏了。听说这里的冰饮很好吃，是不是真的？虽然前一日发现了与灯会案死者情况相似的尸体，但无论从作案手法、时机，还有伤口上来说，都有明显的区别。应该是有人故意要干扰，所以我们还是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灯会案上。经过这几日的查问，大家有什么想法，不妨说说。刘捕快，你先说。是。县衙上下重新排查了死者生前的仇人和过往恩怨，我们认真的、仔细的调查，发现有犯罪嫌疑之人都没有作案时间，有作案时间的都没有作案的条件，即使有动机杀一个人，也没有动机杀那么多人。从犯罪动机上来看，我推测，此犯罪嫌疑人应该是一个疯子。刘捕快，你这也太敷衍了吧！我都替大人不忿，嫌你能耐啊！刘捕快说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只不过严谨来说，凶手可能是神智正常但内心扭曲的人，他可能是为了某种快感，
或者某种执念，而随机杀人。所以我们要做的是要找出死者之间的共性。共性？那大人有什么共性啊？哦，小的明白了，共性就都是河阳人。河阳开山捕鱼遭到天谴，所以，如果说凶手有执念，那他选择在灯会作案，说明灯会对他有特殊的意义。如果对他有意义的不是灯会本身呢？去把去年夏至发生的所有案件都找出来。对呀，如果夏至对他来说有特殊的意义的话，那灯会取消了，还是会有很多案子没有被爆出来。然后咱们找到共同点，僻静的小河边，受伤的天突穴，那就可以找到漏网之鱼了。啊，老夫这就去。三，我怎么觉得上官小姐比我们几个还适合干这行啊？行了，一个女流之辈，她懂什么呀？无非就是擅长揣摩他人的心意罢了。灵儿，大人说要赶工，让后厨做好饭菜，直接送到二堂，然后再多加几个菜。但是今天吃饭的人多，可能稍微开饭晚一点。反正我没事，我帮你打下手。太阳打西边出来了，你会做这些吗？别给我帮倒忙啊！放心，以前我娘啊做饭的时候，我经常给她打下手。你看我做什么？没有啊。大人，开饭了。哎呦，我终于开饭了，饿死我了！快！灵儿姑娘做的菜呀，我能吃3碗米饭呢。灵儿姑娘这菜烧的真好。大人，你吃什么？我帮你夹。不用了，我不饿。不吃怎么行？不吃伤怎么好？难不成我还一直照顾你啊？我好不好跟伤有……快吃，吃。过来，你有没有发现？还有这个，你家公子和我家小姐之间变得有点不一样了。有吗？你天天的，能不能多关心关心你家公子啊？我挺关心的呀。找到的杀人案一共9桩，但是对死状都没有具体的描写，所以也不知谁是漏网之鱼。大人，这些案子我知道。之前那位县令说，好不容易不开灯会了，就别给自己找麻烦了，所以都是草草记录，压根儿没仔细看，
如果要一桩一桩调查清楚，最起码也得好几个月了。大人，卓少主来了。树着落，当微光才肯迎接清晨。我们确定彼此要凭多少个眼神，骗过我的是诚恳，困住你的是认真。过往太重，难免会没入神。还要体会多少次坠落，才能对爱恨从容不迫。谁都莫问放手那一刻是洒脱还是软弱。许是误入了心门，是仓皇的不忍，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挣扎几番轰烈，哪怕遇损，却不枉此生。若是草木皆离，人若山水皆空门，一朝梦也心深。只愿不负这相思浮沉，只愿亦不负这段绵绵情深。许是误入了心门，是仓皇的不忍，是不敢与你只做路人。